哲学家以赛亚·柏林有个著名的比喻：狐狸知道许多小事，善于质疑；刺猬知道一件大事，相信终极真理。有人认为，基督徒们杀死了心里的狐狸，变成了一只盲从的刺猬。他们主张怀疑是神圣的权利，只有怀疑才能推动社会进步。很多朋友因此说，信了上帝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必须杀掉心里的狐狸，变成一只盲从的刺猬？是不是要把大脑前额叶切除，才能跟随主？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反直觉的结论：上帝不仅不害怕狐狸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上帝这只最大的刺猬存在，狐狸的质疑将变得毫无意义。让我们先来做个思想实验。狐狸宣称要怀疑一切，但如果你连脚下的地板都怀疑，你还能站得住吗？阿基米德说：“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撬动地球。”人的怀疑能力也是一种杠杆。为了撬动某个观点，你的脚必须站在另一块坚固的岩石上，你无法悬空质疑。比如，你质疑奴隶制，是因为你相信人权；你质疑圣经，是因为你相信怀疑。可如果你真的像狐狸宣称的那样怀疑一切，那么你必须怀疑你的大脑，怀疑你的逻辑，怀疑你的感知。一只彻底的、纯粹的狐狸是无法生存的。为了有效的怀疑，你必须潜意识里先相信某种绝对的真理。当狐狸们想要用显微镜观察上帝之前，不妨先问一问，你那个显微镜，也就是你的大脑和逻辑，是哪儿来的？这不仅是哲学问题，更是科学问题。如果按无神论和进化论，人的大脑只是碳原子在几十亿年里偶然碰撞的产物，进化的唯一 KPI 是活下去，而不是懂真理。如果大脑只是为了求存，你凭什么相信它产生的逻辑能推导出宇宙的真理？就像你不会相信这种随机生成的乱码能写出哈姆雷特一样。如果你的思维只是神经元的随机抽搐，你所谓的理性质疑可能只是你今天咖啡喝多了产生的幻觉。目前，科学对于人的意识、良知是怎么形成的还一无所知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是上帝把它植入了我们的大脑，才让我们的理性有了根基。当你开始质疑时，你其实已经在盗用上帝给你的工具了。你是在用上帝赐予的光去寻找上帝不存在的证据。我们再退一步，狐狸常说，我不需要上帝也有良心。确实，每个人可能都有良心。可是狐狸凭什么说他的良心是对的，而独裁者搞大清洗的良心就是错的呢？这里的 bug 在于良心的参考系危机。如果没有一个绝对静止的坐标系来作为道德原点，良心就变成了相对偏好。正与邪也只是观点不同。就像特蕾莎修女觉得救人是对的，斯大林觉得清洗异己是对的。如果没有上帝这个客观标准，你只能说他们的演化策略不同罢了，哪个更有利于生存，哪个就是对的。要想判定世界是歪的，你手里必须先有一把直的尺子，而这把尺子不能是你自己造的。狐狸说，不质疑何来社会进步？这又是一个隐藏的陷阱。进步的标准从何而来？如果我们要把一壶水烧开，从20度到100度叫进步，但如果我们只想做冰块，烧开就叫退步。进步这个词暗示了有一个既定的目标。刺猬提供方向，狐狸负责走路。如果没有上帝，宇宙就没有目的，人类历史只是随机事件的堆砌。在这种世界观里，现在的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只是不同，没有所谓更好。那么，上帝讨厌质疑吗？恰恰相反，上帝不仅允许怀疑，他还亲自回应怀疑。看看圣经里那些伟大的狐狸们，在痛苦中质问上帝的约伯，反复问还要到几时的大卫，还有非要看钉痕的多马。耶稣把手伸向多马，多马伸出手指去触摸钉痕。耶稣没有打他，而是展示伤口，说：“摸摸看。”真的怀疑和懒惰的怀疑，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。建设性的怀疑是像科学家一样，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，所以我测试你，如果你是真的，你会经得起测试。这是上帝欢迎的。犬儒主义的怀疑则是，反正没有真理，我也懒得去寻找，我就喜欢坐在旁边嘲笑一切。这不是智慧，这是抬杠。让我们把话说透。狐狸为什么讨厌那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大道理？为什么对人类建立人间天堂的乌托邦计划充满警惕？因为狐狸敏锐地嗅到了这里面的狂妄。这难道不正是圣经的核心教导吗？当人类聚集起来要建造通天的巴别塔，宣扬要让我们传扬我们的名时，上帝做了什么？他亲自下来当了一回最大的狐狸，解构了他们的人造乌托邦。
圣经反复警告我们，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。亲爱的狐狸朋友，当你质疑人类理性的狂妄时，你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借用了上帝的智慧。你以为你在反抗宗教，其实你是在践行最深刻的神学。人不是神，人造的真理不可靠。有人说，不如学孔子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，大家一团和气不好吗？作为理科生，我要指出这里的逻辑硬伤。这种横向的和谐缺乏一个纵向的锚点。对于国小脚和法家专制，各代大儒都只能听之任之。如果不是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，这种邪恶文化还会一直美美与共下去。真正的保守主义源头不是《论语》里强调的人与人的关系，而是圣经里对绝对真理的敬畏。没有上帝这个超越的坐标轴，各美其美，最后很容易变成和稀泥或者成王败寇。讲到这里，其实结论已经非常清晰了。最完美的境界不是狐狸刺猬2选1，而是融合。做一个拥有刺猬之心的狐狸。因为我敬畏那个最大的刺猬，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所以我才必须做一只审慎的、怀疑的、不轻信人类承诺的狐狸。有了真理的基石，我才可以尽情的去研究科学，去批判社会不公，去探索未知。我不必担心宇宙是虚无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切背后的设计者是靠谱、值得信赖和托付的。正如 C.S. Lewis 所说，我相信基督教，就像我相信太阳升起一样，不仅仅因为我看见了它，而是通过它，我看见了其他一切。我的朋友，基督教并不要求你切除大脑，放弃独立思考。相反，如果你想真正理性的怀疑这个世界，你需要一个坚实的立足点。上帝就是那个立足点，没有他，你不是在怀疑，你只是在漂浮。耶稣不怕你的显微镜，你可以把镜头拉到最大，他经得起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